这21个亿美元是什么呢？属于宗老爷子的私房钱小金库啊，听懂了吧？这就是事实啊！我操，我跟你们讲的就是事实，99.9%可能性是这样。这是宗老爷子这么多年五马倒六羊啊，老爷子也没闲着，一方面对喊表忠，另一方面估计也是能抄就抄，能倒腾就倒腾啊。那么倒腾出来了多少呢？18到21亿美元啊，有人说是18亿美元，有人说是21亿美元，就是他们现在在香港争的这个所谓的家族信托，宗馥莉名下的这笔钱啊，宗庆后名下传递给宗馥莉的名下的这笔钱，这笔钱无论他有没有信托形式，或者有没有信托的这样一个目的，他的实质是宗老爷子的私房钱。宗老爷子什么私房钱呢？宗老爷子留给二房的私房钱。宗老爷子在这个过程中设立了没设立完美的信托呢？我判断没有。为什么？设立还那句话，设立他们就不用打架了。他们现在打架正是因为没有设立。那为什么他们又双方各执一词呢？因为宗老爷子在活着的时候肯定多次跟各方讲，这个信托是给二房留的，宗馥莉绝对知道，而且宗馥莉也默认同意，这是个既成事实嘛。但是它是否出现了完美的信托形式？应该没有，这是我的判断。所以宗馥莉，大家注意那个香港那个报道，他是通过律师和法院公告拿出来的这个信息。他有这么一句啊，他说申请香港法院冻结宗馥莉名下的18亿美元。宗馥莉名下的，他可不是说冻结家族信托，他冻结宗馥莉名下的这笔钱，并且后边的文字也有说，宗庆后口头答应或者计划把这笔钱作为一个二房的私房钱。那你们的口头这东西，那么他就可以不认了嘛？所以这个应该是应该严格的说没有21亿，应该是18亿美元啊，因为以香港法院的这个公告为准啊，咱们就算是18到21亿，倾向于18亿吧。所以这个是宗老爷子给老二留的私房钱，这是第一个结论啊。第二，现在三个人的诉求是各7亿美元，共计20亿，但是他实际上有的只是18亿，花老头儿。为什么呢？你看他的法律文件就知道，宗庆后是每年往里存钱，最终的目的是存够21亿，现在他只存了18亿，他还差1年，就是他存了6年好像是。他每年存1个亿，所以他这个信托呀，或者说他这个目的达成信托的这一笔钱啊，目前是在途还没有完成，所以他已经有了18个亿，还欠3个亿啊。总目标是21个亿，这是第一啊。第二，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就是宗馥莉为什么这么强势？宗馥莉为什么能打赢？那因为宗馥莉实际上已经掏空了娃哈哈。那宗馥莉没有这个能力掏空娃哈哈，是谁掏空了娃哈哈呢？就是宗庆后。这个就是真正的秘密。宗庆后在掏空娃哈哈。宗庆后在他活着的时候，实际鼓励、默许，甚至纵容和帮助宗馥莉这个 CEO、副董事长、接班人控制和设立了一个叫鸿盛集团的啊。鸿盛集团是宗馥莉完全控制的，与娃哈哈和与二房都没有关系。这么多年，10几年，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把娃哈哈的优质资产现金奶牛转移到鸿盛集团。娃哈哈作为一个城债主体，大量的举债贷款，拿过来的钱或者收回来的款，这些现金奶牛、优质资产放进鸿盛集团控股下面的分子公司去，这是宗庆后和宗馥莉长达20年的一个工程啊，应该说到今天已经完成，差不多竣工了。所以实际的情况是，鸿盛集团是宗馥莉的私人企业，与任何人无关，和家族无关。而且宗馥莉以这个鸿盛集团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娃哈哈集团。所以你不要以为宗馥莉那么有人说宗馥莉那么蠢，宗馥莉那么笨，宗馥莉那么笨吗？宗馥莉笨，他姓宗吗？你见过浙江笨的吗？2代那女孩能接老爸的班啊，儿子不一定能接，但女儿一定能接。我告诉你，宗馥莉就是他妈的开始笨，他爸手把手带着他带了这么多年，10多年，他1982年的，他爸带他快20年了，他怎么可能笨呢？那因为他不是他一个人，是他和他爸一块干的。所以鸿盛掏空了娃哈哈，而且取而代之。你们现在不知道了吧？现在你们可以知道，以后你们就记住鸿盛就得了啊。娃哈哈只是鸿盛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壳而已啊。娃哈哈就是 MAGA， 不是鸿盛就是 MAGA， 娃哈哈就是共和党，早他们已经借壳上市了。第3个事实是什么？杭州所谓的杭州国资委控股集团现在是一筹莫展，被宗父女玩了。宗庆后和他的女儿宗馥莉把杭州的国资委玩得团团转。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娃哈哈是国资背景，你们太幼稚了。在聪明的中国第1代浙江企业家面前，国资就是个鸡巴，一定就是你就是个鸡巴，就是玩你的，对不对？所以娃哈哈的国资背景实际上是个很牵强的国资背景。杭州市政府所谓的这个国资委是无法控制娃哈哈的运营管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长达20年的过程中，杭州的国资委扮演的所谓的这个第1大控股股东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它更多的是在娃哈哈融资的过程中站台和背书，进行增信，也就是说用你，但是实际的好东西，未来的赚钱的早都掏空了，放到自己的私人企业鸿盛集团里面去了。所以杭州政府现在是你名义上虽然是第1大股东，但你没有任何大股东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老宗家父女2个通过外包联营建立结构，
法律结构、经营结构，早把现金利润奶牛全搬走。你杭州市政府为什么表现得这么佛系？在跟宗馥莉争夺控制权的去年这过程中，杭州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下城区、什么上城区的开始，国资委还挺牛逼的，后来忽然那么安静了呢？我虽然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商业战争，但是我他妈隔着门我也能猜出来里边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都他妈差不多的起步的这个过程。我告诉你啊，杭州的国资委和叔叔开始挺牛逼的，哎呀，老宗没了，我们现在是不是来说算我们来了，我们来接管了。宗馥莉说那我辞职了，那辞职就辞职，那辞职就辞职，你看看行不行？一看傻逼了，为什么？如果人家宗馥莉老宗家不玩了，你杭州政府啊，第一你1分钱也拿不着，早掏空了；第二你预告无门，全是合法的手段掏空的；第三逃了20年；第三你背债了。所有娃哈哈的债全你还，你还闹吗？所以他为什么佛系不闹了？后来，因为我操来晚了，你在宗庆后活着的时候，你闹还能来得及，那宗庆后活着他不敢闹啊。所以国资委的控股是一纸空文，目前叫一筹莫展，所以国资委输了，就第一次风波国资委输了。然后第4个事实就是什么呢？杜建英啊，就是这个二房小妈，他为什么闹起来了？第一波他没闹啊，去年国资委在闹的时候他没有跟着回来闹，为什么现在第一年过去了，我操，他为什么过去了他又闹呢？哎，你看这就关键了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宗馥莉故意的，还是歪打误撞啊？就是其实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啊。杜二房如果去年的这个时候跟杭州下城政府和叔叔联合起来造反，哎，那他们的实力就不一样了。宗馥莉真可能败了，因为把那29.4%的股份一分，证明你的这个他妈的这个所谓遗嘱无效，打一个遗嘱无效之诉就得了。我去，他妈有政府配合你，那些高管不一定投降的，那他的遗嘱里边好多关键证人不一定站在宗馥莉这边的。但是呢，你看他当时按兵不动，甚至有可能跟对方还是敌人。哎，这就形成了宗馥莉灭了这个杭州政府和叔叔这边，然后他们这会儿杀过来，他就被动。为什么呢？因为杜建英就是杜二房的1亩3分地是什么呢？是医疗大健康啊！娃哈哈早已经实现了多元化，娃哈哈不再是只是卖水和饮料了，它主业是水和饮料啊。但是呢，他弄了钱以后，老宗家也在多元化。那么多元化的一个主要方向是什么？医疗大健康概念、零售商业概念啊，还有投资概念，这些新东西全给二房啊。这是老宗的布局，给大房什么？给大房主业，新增的部分给二房。所以二房在娃哈哈内部是掌握投资的，掌握健康医疗啊。那么大儿子的就是在这一方面宗庆后指定的继承人啊，就是我这些新东西，我儿子来继承。所以之前宗馥莉跟叔叔在管理权上闹，跟儿子没闹，跟二房也没闹，因为井水不犯河水。那么10几年以前啊，到今天，其实到老宗死，老宗一直在全力培养大房，就是宗馥莉接主要产业的同时，在培养二房叔叔的长子叫 Jerry 吧，啊不是那个是小儿子，我大儿子叫什么来？我看啊。大儿子叫 Jackie 啊，他都是这字辈的 Jackie、Jesse 和 Jerry 啊。那老宗一直在鼓励大儿子啊，就是庶出这个儿子去搞这个创新，他一直在扶持，就像他扶持宗馥莉一样。那么他扶持他儿子投资的什么商业地产啊、零售，因为娃哈哈是矿泉水嘛，他自然就能够渗透到商业的零售的这个领域啊，销售这个领域。所以呢，租了大量的门面房，试图搞商业地产。当时10几年以前，宗庆后给他儿子设计的这样一个模式叫什么？叫娃欧商场。娃欧你们知道吗？娃哈哈欧洲的商场，娃欧商场。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呀，那赶上疫情啊，商业地产，而且这个网上 online 啊，什么这个什么鸡巴的京东啊，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崛起，所以它实体这些东西它方向走错了，他遇到了跟王健林遇到的一样的问题啊，所以整个这个娃欧系啊，就是出师不利身先死啊，经营不善倒闭了啊。所以呢，实际上还欠了很多的租金啊，欠了很多人的租金，因为他没有楼盘，但是他有现金优势，他有品牌优势，所以好多所谓的这个楼面的这个业主愿意跟娃哈哈合作开娃欧商场的。开娃欧商场就是跟开盒马生鲜一样嘛。那阵有盒马生鲜，有那个有河南特别出名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你们扣一下，胖东来，对，胖东来，对，同一时代的啊，就是胖东来、盒马生鲜和娃欧商场同一个时代，但是人家能做起来。他这个老大和这个宗庆后这个老大，看来呢人才也不够啊，能力也不够，所以呢就没做起来啊。没做起来之后呢，拖欠人家合作伙伴的房租啊，人家要把这个，比如说我是1楼、2楼，我有2层啊，1000平米，我跟娃哈哈合作，我都按照娃哈哈要求装修，然后租给娃哈哈，娃哈哈要给我租金的。结果他妈当然合作早期可以欠着点租金，最后统一结，结果他妈撤了之后他不给我，所以他实际上欠了很多。当时到处吹牛逼说他们要投资100亿人民币，推动全国各处建这个商场啊，娃欧商场，这就是他们家真正的布局。所以这个暴露了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说了1、2、3、4个事实，暴露了什么？暴露了宗庆后作为中国第1代企业家，穷人乍富，他在遗产处理和子女布局的过程中没有规矩和分寸。宗庆后抄袭的是谁的套路？我告诉你们，他抄袭的是李嘉诚的套路，他抄袭的跟李嘉诚的方案一模一样。